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81.80， 收盘价是 173.26，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1.90， 最低价是在 173.26。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7192.36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1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慢线，并且呢慢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下，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下，然后是双线区域合拢。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或者叫开始减弱。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目前呢，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回档后的反弹中不但是没有站上前高，而且再次出现回档，并且回档又跌破了这根绿 K 的最低。所以我们会看到结合 MACD 的这个指标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是开始减弱了。也就是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回档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而且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但是呢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在盘中是跌破了各条均线值，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低的附近，也就是收盘价是在 173.74。 那这个收盘价它也跌破了5月21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74.71。对，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说出现这样的一根反转向下的实体长红 K 线将会预示着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行，因为这一根K 线就跌破了几个重要支撑，一个是各条均线值，还有一个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通常这根 K 线的最低它是一个极强的支撑，那么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我们说股价的这个也就是这样的一根 K 线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的。因为我们如果把5月22日和5月23日两根 K 线合并，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是远大于5月21日的成交量。所以呢这两个交易日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并且是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好，那么就单一 K 线而言，跌破前低，那么和各条均线值它是肯定是要有下行的。那如果我们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如果把这两根 K 线合并之后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它和左侧的这个实体长绿 K 线又构成一个反转向下的 K 线组合，也就是左长绿右长红，但是右长红的收盘价位置跌破左长绿的最低。那这样的 K 线组合是一个下跌的 K 线组合的一个架构。那日后股价一定会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
那么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它的目标一定就是5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68，因为我们会看到跌破了这个前低之后啊，上方有头高，下方有低高，那么股价的趋势呢，将会确认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对，所以我们说，日后股价将会开启有下行走势。那我们再来说，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呢？如果出现反弹，不仅各条均线值是压力，同时一个极强的压力就是我们说有3个，一个是这根单一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在182附近，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们这2个红 K 合并，它们的最高是在184，然后还有这根实体长绿 K 线最高是在187，所以这3个 K 线的最高啊，都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那在这基础之上呢，就是股价要想到达这样的强压力呢，还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这尤其是5日均线值更是强压力。对，所以我们说啊，目前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它是必须要有多头力量介入的，否则那么股价应该会出现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或者说是上涨，然后收盘价会在183，或者是在188附近。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76附近。实际在5月23日收盘价是在173.74，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在176不仅点位相差较大，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的回档的收盘价只是跌破前低，但是实际发生的这个下行回档呢，它是跌破了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所以性质也是完全不同，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24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72，因为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是前低。股价目前只是跌破了一个强支撑，但是还没有到达这个位置，所以呢172依然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但是要到达这个位置的支撑位啊，我们说是很弱的，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 173.26。所以我们认为第一个目标是很容易被跌破的，它仅仅可以作为一个支撑，作为谁的支撑呢？也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作为168的一个支撑。对，好，那么168如果被跌破，那将会确认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股价的下行的第三个目标就是139。那么在到达139之前，这根也就是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58和下方的这个缺口将会成为一个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观察位。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5月23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80这个位置。然后呢，对，股价在盘中是在它下方运行会收低。那么到了5月24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173，173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
在5月24日盘中，股价只有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否则，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173。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5月21日的收盘价，186附近，10%加仓。那这最后一次加完仓之后是35%的仓位，它的成本价是在176附近。那么我们在之前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到了5月23日收盘价是在173.74，那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按照K 线技术操作的纪律，股价在回档之后跌破20日均线值，应该是即刻出场。所以这35%的多头仓位呢，应该是即可出场离场。好，这是多头。当然，我们之前还说，在这根绿 K 的收盘价如果有进场强反弹，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74.71。那么如果现在有强反弹的仓位，那股价现在跌破了它的最低，也应该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描述。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那空头啊，我们说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压力，除了各条均线值，尤其是5日均线值，上方还有3个位置，182、184和187。那我们说，目前股价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这3个位置，那么他们的目标目前是168。对。那我们刚说的第一个下行的目标172，目前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对，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6.5附近。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是从177到178。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是182，第四个压力位是184。或者我们说第三个压力位是182到184，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187到188，是这2根 K 线的最高。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172，第二个支撑是168，第三个支撑是15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呢，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继续下行，那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4，下方最低会到达169。然后收盘会收在172附近。对，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出现横盘向上，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2，上方最高会到达177，然后收盘会收在174.5附近。对，在这个位置。
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上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好，那实际上我们这两个可能啊，都预示着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收盘价依然会维持在173.75附近，对，上下1-2个点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然后在新的一个交易周开始之后呢，再去选择方向。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